被告知是真千金时，我已经45岁了，结了婚，还生了3个孩子。回归那日，在见到年迈的父母之前，我先听到了亲弟弟和贾千金的对话。真不知道接他和那些也种回来干石磨，都流落在外几10年了，谁知道他成什么样，嫁的什么男人，又生了什么歪瓜裂枣。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姐姐，也种歪瓜裂枣，指我20岁就火遍大江南北的明星儿子，还是我10几岁考入顶级学府少年班的一双女儿。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偶然翻开一本旧书，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欢迎来到时光书房，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那我们故事开始。45岁这年，警局那边通知我，我的亲生父母终于找来。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我还愣了许久，得知自己并非亲生是20岁时的事。养父母说捡到我时，我还是个看着刚出生没几天的婴儿。他们起初还是想帮我找家的，于是基因库里一直有我的资讯，可后来迟迟没有消息，他们便通过合法的手续将我收养。如今多年过去，我被告知自己出生于一个豪门家庭。豪门怎么会抛弃孩子？其中必然有我不知道的隐情。丈夫此刻在国外出差，儿子正忙着他的全国巡演，还是一双女儿专门从学校请假，陪我去见血缘上的亲人。妈妈，妈妈，妈妈，妈妈。15岁的小姑娘吱吱喳喳，刚一见面没多久，我耳朵里就只听见一声声妈。说来也是缘分，儿子4岁时，我和丈夫商量着要2胎，最好是能儿女双全，实在不行2个儿子也还行。结果怀上后去医院检查完，是双胞胎，担惊受怕一整个孕期，生怕自己要当3个儿子的妈，那跟家里养3个哈士奇没啥区别。好在是一双女儿，也闹腾，但可歌爱爱的，3个健康的漂亮孩子，养起来虽然费了不少心思，但好歹都培养成才了。哥哥小时候被他当明星的姑姑带去剧组玩，被导演看上演了个小孩，之后就不断有演戏的邀约。我和丈夫看儿子喜欢，便由着他往这方面发展，横竖德智体美都发展一下也好。后来他还学了别的才艺，现在是唱歌跳舞演戏全面发展。至于2个妹妹，像我和孩子爸，聪明，那种明显优于其他同龄人的聪明，从小就跳级，现在都就读于顶级学府的少年班。林女士，请上车。是我亲生父母那边派来的司机，车也是豪车。其优和其余姐妹俩平时莫少坐同价位的车，但这会儿还是很兴奋的四周看，然后嘴里叽里咕噜说一通。妈妈，其优戳戳我，你要去见亲生父母了，听说他们很有钱，您不激动吗？小孩子心性，他俩学习久了，这是好不容易逮着机会出来玩了。那宋家，他们是带着上门做客的心态去的，但从我们成年人的角度看，既然重视，就不会指派司机过来。丈夫齐成云发来消息，询问我到没到宋家，还发了些宋家的资料过来，顺便发了好几张图，是包包。他问我不喜欢哪款，不喜欢的就不会出现在他返程带给我的礼物里面。认亲这件事，显然我们双方都没有很当一回事。当然，要是发生在我20出头时，大概还是会有些情绪上的波动。但我45了，我的养父母将我从婴儿抚养长大，直到他们相继离世，都没等到有人来认领我。我已经完全属于另一个家庭，又组建了自己的家庭。追求自己原本家庭这件事，在我人生中的分量，
随着岁月流逝变得越来越轻。宋家的别墅到了，我和2个女儿下车，过来接人的是宋家的管家。管家看我的眼神里有些诧异，但并未多说什么。二小姐，我来为您带路。这声称呼也耐人寻味，显然这家有人被喊了40多年的大小姐，我变成了二小姐。更有趣的是，管家领我们去的方向并非正厅，像是别墅里的偏厅。还未走近，就听见一些谈话声传来。真不知道老头子老太太非要接他和那些野种回来干什么，都流落在外几10年了，谁知道他成什么样，嫁的什么男人，又生了什么歪瓜裂枣。我有你这么一个姐姐不就够了，要是这件事流传出去，还不知道那些人怎么编排我们宋家。管家干咳了一声，里面的谈话声戛然而止。我被引领上前，正是和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见面。面前有3人，我40岁的亲弟弟宋绿远，他的长相我早些时候便知晓，现在一看，确实是一派富贵家庭培养出来的资本家模样。旁边是那位占了我位置的假千金宋舒淇，她和大多数贵妇人一样优雅。最后那位年轻的姑娘就坐在宋舒淇身边，应该是她那位20出头的女儿宋舒淇。我原本应该叫这个名字，不难听，只是也没什么执念。我和她被调换，自然不能怪她，怪她那位亲生母亲。据说是我生母于女士几10年前的朋友，在她婚姻美满孕育长女的时候，那位朋友家道中落，被恋人抛弃，还怀孕了，大概就是憋着一股要让自己孩子继续当人上人的气。她生下了那个孩子，正好也是女儿，具体怎么换的孩子我不知晓，但她将我带走，没有抚养的意思，而是将我扔了。那个年代，要扔一个女婴还是很简单的，只不过即便此刻真相大白，也无济于事。45年，过半的人生过去了。宋舒淇的生母早些年出国移民，几年前去世了。打量的目光落在我和2个女儿身上，我清晰看见那3人眼中的错愕，他们并没有深入了解过我，自然以为今天来的是一位平庸的中年妇女。即便是自家人，流落几10年，他们认为我必然普通、庸俗，又或者怨恨、不甘。可并没有，我很满意自己。请问，宋先生和于女士不在吗？在这样的互相打量中，我平静开口问道。比起手足，我确实更想见自己的亲生父母。尽管那对姐弟停止了刚才的话题，但看起来不是很在乎我有没有听见。那种骨子里的傲慢，我曾经也在不少人那见识过。在我年轻的时候，那会儿事业上刚起步，到今时今日，已经很少人用这种目光来看待我，以及我的孩子们。爸妈身体不好，今天还在疗养院，不过现在应该在回来的路上。说话的是我亲弟弟，他看向我，终于做了个自我介绍。我是宋绿远，你血缘上的亲弟弟。说着，他也同样介绍了旁边的人，这是我姐姐宋舒淇，另一位是她的独生女裴清瑶。这个场面有些说不出的诡异，僵持了大概2秒，还是宋舒淇先有所举动。她站起来，走过来拉住我的手，言辞恳切，妹妹，你这些年受苦了。我目光落在她保养得宜的手上，上面戴着枚很显眼的鸽子蛋钻戒，对比之下，我左手无名指上的婚戒连碎钻都没有，素得可怜。苦倒是不苦的，就是想起自己这身世背后的种种，难免有些膈应。清瑶，这是你小姨和表妹们，喊人啊！我听见拉着我手的女人对自己女儿道。然后那位打扮得同样光鲜亮丽的年轻小姑娘，不情不愿开口，小姨，眼睛并没有在看我。她的高傲比起她母亲有过之而无不及，
很简单，他母亲是假千金，他可不是。宋家在当地是当之无愧的富豪，宋舒淇的丈夫自然与他门当户对。如今的宋家，宋绿园也算是掌权人。他说，晚上会给你们办接风宴，等会儿让管家先带你们去休息。只不过他留我一个在偏厅多待了几分钟。我的亲弟弟对我说，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都已经过去了。我姐也是受害人，要不是爸妈今年心血来潮给全家人都做了鉴定，我们也不知道出了这样的事。他说发现陪伴身边多年的女儿并非亲生后，我的亲生父母立刻报警备案了。也正因为我的资讯一直在基因库里，他们很快就能联系上我。寻找的过程一点也不艰难，甚至简单。对比别的丢孩子的家庭来说，我姐从出生就在我们家，她早就是我们宋家人了，更别提她还是裴家的夫人。做错事的是她的生母，不是她。这对姐弟感情倒是不错。我冲她笑了笑，问了一个问题，她是受害人，那她在这45年里损失了什么呢？宋绿远张了张口，却说不出所以然来。被抛弃差点死掉的人是我，我只说了这点，可远不止如此。享受了本属于别人的锦衣玉食的生活，占据别人的亲人，并因此得到优越的教育，他人艳羡的姻缘，长达45年的鸠占鹊巢。人的一生又能有多长？又有多少人活不过45岁？若我因此过得颠沛流离，这45年迟来的真相，无疑是一种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折磨。我的幸运，难道可以抵消别人对我的伤害？我是在傍晚时分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的，一见面，我就大概能理解为什么那对姐弟初见我时脸上都闪过惊愕。我和自己的生母于女士长得很像，甚至我可以从于女士脸上看到自己20多年后的影子。石英，我的女儿，她颤颤巍巍地摸着我的脸，和我的生父一起打量着我。仅凭长相上的相似，基本上就能确认我们的关系。这个场景多少是有点煽情的，即便我不算很在乎，心底也难免涌起些酸涩。他们对我的过去都带着好奇，尤其是于蓉女士，她那张哪怕已经生出好些细纹的脸上带着不知名的期盼，期盼我是被她那位罪魁祸首的好友送养到一个好家庭的。我的养父母是在一个偏僻的郊区捡到我的，当时我快断气了。我平静道，周围的人脸色变了变。明显，宋舒淇的生母莫想过让我活着回去给亲女儿添堵。此刻，宋舒淇和她的女儿并不在。我简单说了下这些年的生活，没什么很值得一提的。被收养，按部就班上学、工作、结婚、生子，在他们看来，也是相对普通的人生。石英，我知道你在外面受苦了，但这件事不好告知外界，让外人白白看我们家笑话。宋启贤，我的生父开口了。舒淇虽然不是我和你妈亲生的，但毕竟当了我们几10年的女儿，现在还是裴家的夫人，她生母也去世了。这件事传出去，对2家都有影响。他顿了一下，道：我们对外称同你有缘，收你为义女，你的孩子也带回来。我和你妈在别处补偿你怎么样？我还没反应，身旁的大女儿已经开口了，既然没打算认我妈妈，那干嘛找她回来？她的语气并不好。早在下午的时候，2个小姑娘就嘀咕上了，显然很不满这家人的态度。宋绿远的声音传来，长辈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家教呢？他看不起我的女儿。换句话说，他看不起我。2个小姑娘难得被挑剔家教，其余也跟着开口替姐姐说话。你们做事不厚道还不让说了，我妈妈是受害者，结果你们护着加害者的女儿。林石英，你就这么教女儿的？宋绿远被对的脸上挂不住。
站起来瞪我。我平静地看着他，我的女儿家教很好，没有在他们母亲被人欺负时当哑巴。你呢？以什么身份来教育我的女儿？舅舅，我没有被亲生父母养育过。我看向于荣和宋启贤，我的女儿更没有得到过你们的关怀，即便我们是今日上门的客人，也远没有被人仗着长辈身份批评教育的道理吧。一句话将那三人说的脸一阵白一阵红。绿远，跟你姐道歉。宋启贤瞪向自己的儿子，年过40还被亲爹要求向别人道歉，这位豪门继承人似乎脸上挂不住。我说错什么了？这一切都是别人的错，我们难道不是受害者吗？宋绿远冷声道，既然怨气这么大，那还回来干什么？回来干什么？好问题。我也不纠结宋绿远道不道歉的问题，而是看向我所谓的父母，很认真问，你们刚才说的补偿是指什么？宋绿远闻言露出了果然的神色，眼神中的轻蔑再次显露。这对年迈却贵气的夫妻却还算平静。于女士拿出了2张卡。石英，这张卡里面有500万，你可以随意支配。另外一张是妈的副卡，你平时消费可以用。另外你们愿意的话，可以搬回家里住，或者我们给你安排一套房子。500万，副卡，房子，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或许确实是笔真心诚意的补偿，可从宋绿远的神色就能看出，他根本没将这点东西放在眼里。500万，还没宰我来的豪车贵，更别提跟他们曾经花在2个孩子身上的钱对比。他们没从我脸上看出半点欣喜，也没从我的双胞胎女儿脸上看到应该有的反应。我笑了笑，我以为的补偿，起码也应该是同你们其他孩子得到的差不多才对，比如公司的股份之类的。宋绿远一听坐不住了，林石英，你别太贪得无厌了，刚回来就敢张口要股份，这不是我本来就应该得到的吗？我反问，据说宋舒淇也有5%，我是不是不应该比他少？爸妈，你们看我说的对吧？他就是冲着宋家的钱回来的。我觉得好笑，你要是不想要钱，这磨叽干什么？据我得到的消息，宋氏其实还是在宋启贤掌控下，他手上的股份和股权并没有完全转让给自己的儿子。原本宋舒淇并不算2老属意的继承人，尽管在宋氏有职位，但也是个虚职，几乎所有人都默认继承权主要在宋绿远这的。我被认回来，也就意味着要分东西的人多了一个。宋舒淇没立场阻拦，但宋绿远有。显然涉及到自身利益时，谁都坐不住。好了，宋启贤终于开口，石英，这些你先拿着，其他的一时半会儿办不下来，先给你和孩子们接风洗尘。这是终止话题的意思，没说给，也没说不给，悬着一个饼，让人心痒。宋家这个接风宴仅仅是个家宴，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不打算将我的身份公之于众，自然也不会公开宋舒淇的身份。人老了，对亲生骨肉失而复得，自然有些执念。何况我和他们外孙女们的形象，看起来并不算丢人现眼的程度，但想要亲女儿亲外孙承欢膝下，又想要家和万事兴，哪有这种好事？我看了下到场的人，除了我的亲生父母以外，还有宋绿远一家3口，他的妻子和上初中的儿子，以及宋舒淇一家3口。他那位陪家掌权人的丈夫裴瑞博也来了，剩下的就是我和一双女儿。他们俩一点也不怕生，哪怕在这种明知自己不受欢迎的环境里，也很悠然自得。这点得益于他们的性格，还有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宋家人选择保住宋舒淇的身份，一来是为了面子，二来则是不得不考虑裴家这个20来年的亲家。哪怕宋舒淇和丈夫都已经是40多岁的人，
两人身上的利益捆绑不是一般深，还孕育了一个女儿。不管当初结婚有没有感情，起码门当户对是肯定考虑的。这个时候公布这个娶了多年的老婆是假千金，两家都面上无光，所以综合利益考虑，决定委屈我这个刚被寻回还没时磨感情的女儿。45岁的人了，哪怕再感性，也很难像年轻时那样听信什么亲情血脉之类的话，也就很难对他们产生深刻的感情，大概就是不好骗了。饭桌上也很有意思，这是一顿奢侈的盛宴，维持着一个可笑的平和，以喜事为由头，约莫是一群中年人哄着两位老年人。宋绿远夫妻无疑是不欢迎我的，他们的儿子和宋舒淇的女儿关系很好，坐在一起，明显是同盟的姿态。至于宋舒淇的身份，确实没那么重要了。即便是他本人，也很笃定自己的处境不会因为他并非宋家的亲生孩子而变得糟糕。于是他们也没那么在乎我这个所谓真千金。石英，我听说你还有一个老公和儿子，他们呢？认亲这么重要的事，怎么不跟着一起来？这是宋舒淇的声音。我停下动作，发现其他人的目光也落在我身上，他们都在忙工作，一时半会儿抽不出身来。我回答道：工作。旁边宋绿远的妻子卢雪荷惊讶道：二姐，我听说你儿子才20岁，这就忙工作了，不会连大学文凭都没有吧？确实没有，这是实话。那小子现在也就念大2，这会儿忙着工作，学校那边请的假期长到我都担心他被劝退。我看见他们有人意味不明地笑了下，那也用不着让孩子年纪轻轻就出去打工啊，不如让他回来家里的公司安排个职位。宋舒淇的女儿，一直安静的那位陪家小姐，这会儿开口了：舅舅的公司现在招人都起码得本科毕业吧？哪有，还是有些岗位不看学历的。宋绿远和他的外甥女一唱一和，同时瞥向我，就是不知道我这个二姐能不能看得上那些岗位了。实在不行，你老公也一块安排进来。我看向为首的宋家父母，他们明面上斥责了2声，但也就是口头上说2句而已。不用。我冲他们凉凉地笑了下，他们现在这样就挺好的。这个话题结束后，又有别的话题。裴清瑶的生日快到了，裴家自然不会亏待这一辈的独女，她的生日宴会由她做主。这位在互联网上也小有名气的千金大小姐邀请了不少明星网红到自己的寿宴上，但还有些名气大些的明星请不动，这会儿正在磨自己的爸妈。直到宋舒淇点头，宠溺道：好，妈妈去给你想办法。太好了，您一定要将林乔请来，她太难请了，好不容易最近巡演刚好到我们这儿，我都跟朋友打包票了，她要是请不来，我到时候很没面子的。林乔这个名字一出，我和2个女儿都交换了个眼神，很诡异。裴瑞博就在一旁并未反对，但补充了一句：追星归追星，要适度，别学人家和明星谈恋爱。爸，您说什么呢？是赵岩喜欢他，您不是说让我跟他交好吗？于是这位宋家女婿也莫说什么了，他在宋家的地位不低，同那位岳父和小舅子的共同话题也不少。聊着聊着，宋绿远忽然大惊小怪来了句：姐夫，你什么时候跟新源集团搭上线了？又是一个熟悉的名字。不算搭上，只是听说他们集团最近会派人过来参加商业活动，想争取一下合作而已。裴瑞博说的谦逊和含糊，显然隐瞒了些资讯，但他不说，别人也不可能撬开他的嘴。宋绿远还在捧着他的姐夫，这要是能跟新源合作，那姐夫你公司股东会那些人估计也得心悦诚服吧。新源集团成立于20多年前的一家企业，
在10年前经历了相对发展迅猛的阶段，之后迅速在港敲钟上市，此后发展蒸蒸日上。齐优和齐瑜2个小姑娘在桌底下将彼此的鞋踩花了，才勉强忍住笑意。于女士这时候开口了，小优和小瑜要不要也转来明州的学校？这边的教育资源毕竟好点。不等我回应，又有人先一步开口了，是卢雪荷。妈，明州的学校教学资源是好，但您确定您2个外孙女转来能跟得上课程吗？要是跟不上，成绩和排名掉下来，打击到俩小姑娘怎么办？这位弟媳看着显然不希望我女儿跟她儿子一所学校。我笑了笑，不用，确实不好这么转学，哪有人上了大学还回去念初中的，对吗？我看二姐自己就挺心里有数的。卢雪荷扯了下唇，她能嫁入这个家庭，自然也出身富贵，不希望自己儿子在学校被什么穷亲戚缠上。晚饭后，于女士很理所应当的让人安排我们母女3人住下来，包括她那抱着胳膊撒娇的外孙女一家。宋舒淇婚前的卧室依旧保留着，她的女儿在这幢别墅也有专属的卧室。至于我和2个女儿，则安排在临时收拾出来的卧室。他们原本是给齐优和齐瑜都各自安排了一间卧室的，但2个小姑娘不知忍了多少话在肚子里等着蛐蛐，直接睡一间房了。家庭群里全是他们2个疯狂输出。齐成云和林乔忙完工作，一看群里99加。齐成云的电话打来，第一天认亲的感觉怎么样？还行。我看着窗外笑笑，晚饭挺丰盛的。手机那头男人的声音也跟着染上笑意。我看俩小姑娘的怨气都快冲天了，你这么无动于衷，女儿可还在为你打抱不平呢。她说了些琐事，然后又道，石英，在那儿待得不开心就回家吧，我过2天就回国了。好。挂了电话没多久，房门被敲响，我过去一看，门口站住的是宋舒淇。她穿着丝绸质地的睡裙，整个人散发着优雅恬静的气息。有事？宋舒淇冲我笑笑，石英，我想和你聊聊，可以进去吗？我没让她进来，挑了下眉，有什么事在门口说就行了。她倒是没强求。关于我们的身世，虽然我确实占了你的身份，但我那时候也是个婴儿，和我的生母没任何关系，你怨我也没用。事到如今，我不可能再脱离宋家和裴家的。如果我是你，就好好把握现在手里的一切。宋家的资源不错，就算你已经不年轻了，为你的3个孩子考虑一下呢。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你忍心让他们见识过上流社会后再被打回原形吗？原形？我自认这么多年来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识过了，但还是头一次现鸠占鹊巢者这么坦坦荡荡的无耻的。他有恃无恐，享受了这么多年不属于自己的荣华富贵，到头来竟然还能毫无愧疚之心地以施舍者姿态来给我提议。这不是好心，这是高高在上的精神欺辱。本来就是我应该得到的东西，竟然被暗示要把握住，讽刺至极。而且宋家人看来并没有花费太多心思去调查和了解我这个40多岁才被找回来的真千金，自然也没耐心去了解我的伴侣和孩子。真有心的话，不难查的，只是他们下意识认为没必要。我抱胸看他，宋女士，我不是很明白你跑来跟我说这些的用意是什么，但我想无论如何，你没资格和立场跟我说这些话。就算他是不知情得意者又如何？我没义务去体谅他。宋舒淇没再说什么，用一种不识好歹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后，转身离开，就连背影都透着高傲。这是他线下的各种筹码给他的底气，而不是所谓血缘关系。隔壁卧室2个女儿在床上畅聊到半夜才睡，第2天一早就和我告别了宋家人，回去了。他们看起来很惊讶，
大概原本以为我们会像穷亲戚一样紧紧扒着唾手可及的富贵，怎么会舍得离开？石英，你不留下来陪爸妈吗？宋舒淇的声音里带着不赞同。他们可是为了你才从疗养院回来的。妈之前没找到你之前一直郁郁寡欢，你不能因为对我有意见，就全然不顾亲生父母吧。好大一顶帽子扣下来。齐优和齐瑜要上学，我也要工作。我语气平静，大家都有自己的事要忙，不是吗？不是才给了你500万吗？我看见自己的生父蹙眉，你那什么工作？能赚多少钱？辞职算了。小优和小鱼，还是转学来这座城市比较好。就算不和明州一所学校，别的学校也不错。三言两语，看着就要将我们母女3人安排好了。我拿出了昨天收到的卡，有些惊讶道，这笔钱原来不是给我的补偿，是买断我事业的费用吗？卡被我放在桌面上。既然这样，这钱我想我不能收。那对年迈的父母显然没想到事情会到这种地步。于女士道，石英，你爸不是这个意思。没关系，我回道，我还是很感谢你们生下我。只是这么多年过去，有些事不可能真正被拨乱反正的。何况我们大家都觉得保持现状更好，以后大家就当是普通亲戚相处吧。有时间我会带我先生来看望你们的。我要往外走时，于女士看着像是想要追出来，被她的儿女拦住。宋绿远吃了声，妈，他就是假清高想拿乔，等着您求他回来呢。您和爸又不欠他的。别墅外，我安排的司机已经等候在外，只不过司机开的车不算很出众，我倒是不介意在宋家多住2日。只不过齐优和齐瑜毕竟也才10几岁，我不愿意让他们在这种环境下多待。他们有过很好的姥姥和姥爷，自然分得清什么是真情，什么是假意。宋家人里除了我那个亲弟弟，明面上都客气，但自然流露出来的轻蔑并未掩饰得很好。我将2个小姑娘重新送回了学校，之后便给助理打了个电话，询问了一下集团近期的专案计划。意向合作公司里确实有陪侍。助理不明白我的询问，于是问了句，林总，您对陪侍有什么看法吗？需要将他们公司定下或者剔除吗？在一众差不多的意向公司里，合不合作只需要我的一句话。我是新源集团的创始人，同时也是实际控制人。先查一下跟他们对接的是谁，程式上合不合规。我没说直接不合作，但助理跟我也好几年了，能大概听得懂我的态度。他听完后很快去执行，不久后相关资讯发送至我的邮箱。认亲这件事在我这里已经算过去了，就当是认识一下，相处得来就常联系，相处不来也就这样。然而没2天，我接到了生母的电话，邀请我去参加她外孙女的生日宴，叮嘱我带上全家人。此时齐成云刚从国外回来，耐心等着电话挂断，笑了声，邀请亲女儿携全家去参加养女的女儿的生日宴。他也算见多识广，但由于自己就在一个很好的家庭长大，后面碰上我的养父母，他的岳父岳母，2家人相处融洽，还从未想过会碰上这样的事。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参加，我的丈夫连同女儿们就迫不及待去见识这场热闹了。齐成云戳戳我，石英，带我去见见世面呗。作为你丈夫，我是不是应该见见你的亲人？我瞥了他一眼。齐成云和我同年生，我和他相识也30来年了。想当初还是在光荣榜上争得你死我活的同桌，那一年怎么也没想到后面会睡到一张床上去。45岁的齐成云身材依旧很好，没发福，和一些冻龄男明星一样，模样停留在某一刻。当然，我知道他平时有多倦。我戳戳他的脸，怎么跟小姑娘一样八卦？
他是想见我的亲人吗？他是想去凑热闹？儿子也说要去了。齐成云抓住我的手指，放唇边亲了下。我愣了下，看到群里林乔晒的邀请函，他们拿林乔当明星，正儿八经的发了邀请函，而我就只有一通电话的告知。去吗？我推了一下他，一把年纪还撒娇，要不要脸？身前人的吻轻轻落在我颈侧。姐姐，您不喜欢撒娇的啊？这句话很耳熟，之前应酬时有不常演的擅自揣摩我喜好，给安排了个年轻小帅哥放在我身边嘘寒问暖。说实话，还没年轻时候的齐成云一半帅，但嘴很甜，情商高，看着是一点都不想努力。我对跟自己儿子差不多大的人没兴趣，但不巧，那天齐成云来接我回家，那个年轻人跟他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40多岁的齐成云也依旧是齐成云，和那句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一个道理。可他还是醋，那天在我耳边喊了一晚上的姐姐，这会儿喊姐姐，就像是什么信号一般。我尝试推开齐成云，张口想说句什么，但失败了。齐成云笑着控诉我，怎么，好不容易烦人的都不在家，你剥削中年人性生活权利啊？他口中烦人的，指那3个精力旺盛的崽。2个女儿出生后，30出头的齐成云去做了结扎，说是害怕再来新的崽。我还是带他们去参加裴家千金的生日宴会了，在一处庄园举办。原本是属于于女士名下的庄园，但据说这位外孙女撒娇了一通，这个庄园便作为生日礼物赠送给裴清瑶了。至于我为石魔知道，大概是因为有人很热情将我拉入了他们的家族群，里面子慈母孝各种上演。庄园外面停了各式各样的豪车，宋家那边并没有派司机过来，我不知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也不重要。我不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场合，原本打算按照以往一般让司机开辆说得过去的车，但齐成云像是戏瘾发作了，愣是从他车库里挑了辆最不起眼的，他还亲自充当这个司机。我和齐成云带的是一双女儿，儿子的通告都很紧，说是等会儿自己过来，参加完就跟我们一起回家。不出意外，我们一家4口因为没有携带邀请函被拦在外面，负责检验邀请函的保安格外负责，很直白告诉我们，主人家吩咐过，没有邀请函不能进去。周围此刻正往里走的宾客也投来异样的目光。这种场合里面不知有多少名流，没被邀请的人想花费心思进去，这是常事，但这种拖家带口的情况少见。按照流程，我这会儿应该给我的生母打给电话，尽管这是裴家的宴会，但他邀请我来，应该是宋舒淇的意思。电话拨打过去，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被接听。好了，联系不上，我们回去吧。我对丈夫和女儿道，想凑热闹的心不假，但也不至于让人这么下马威。就在我们转身走出一小段距离时，身后有人急匆匆跑出来，林女士，留步。后面那道声音喊了几声，我们才停下脚步往后看，只见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焦急跑过来，姿态放得很低。抱歉，是我们的疏忽，没有提前和工作人员交代好，几位是我们的贵客，我来替你们带路。周围路过别的宾客，我笑了笑，却没动。你是？我是负责裴小姐生日晚宴的管家，姓徐。你是意思是，裴家确实邀请了我们，你也知情，但因为工作疏忽没有通知到检验邀请函的工作人员是吧？对的，是我们的问题。这位徐管家擦了擦额上沁出的汗。这时候，我的小女儿忽然不怀好意笑了笑。管家叔叔，我刚才看到你在那边看戏了，你是故意晾着我们，看到我们要走才追出来的。徐管家，
我的大女儿也笑眯眯补充了一句：你现在代表裴家哦，所以是裴家的人指使你故意晾着宾客的吗？周围路过的宾客脚步变慢了。齐成云来了句：既然不是诚心的，何必邀请？来你们这的宾客知道自己有可能被拒之门外吗？父女三人你一句我一句。那位管家仿佛看到自己饭碗不保的未来，于是道歉的态度更恳切了：实在抱歉，是我的问题。夫人吩咐过务必让各位宾至归来，希望几位大人有大量，不要与我一般见识。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齐成云看了我一眼，等我做决定。那你带路吧。我轻声道，只不过也没那么顺利。刚进门，身后忽然传来一声齐总。我顿了一下，瞬间松开齐成云的手，拉着两个女儿快步上前，留他在身后被人拉着寒暄。齐成云。不久，手机震动起来，好多条谴责的消息。我也不是故意的，能认得齐成云的，说不定也认得我，让他去应酬就好了。我倒是想看看今晚这个宴会专门邀请我这个不受欢迎也不再年轻，看着没石磨价值的真千金过来做什么。不过很快我就知道了，我听到了一些年轻的窃窃私语。青瑶，那就是你姥姥姥爷认的义女，跟你姥姥长得真有点像哎。他们穿的是什么衣服啊？一点牌子也没有，很普通啊。你姥姥他们怎么回事？这把年纪认个女儿，还是跟你妈差不多大的，想什么呢？除了跟你姥姥长得像，没看出什么特别的。我听说他们刚才差点被拦在外面呢，不会是你们莫邀请，他们硬来的吧？现在的人想攀龙附凤还真是绞尽脑汁，别是故意整容整得像的。他是不年轻了，但你看他两个女儿，长得还行，说不定以后攀着宋家的关系能嫁个好人家呢，也算是实现阶层跨越了。我原本以为邀请我们过来是宋舒淇的意思，现在看来，更多像是这位裴家小姐想为母亲撑场面，而宋舒淇同意了而已，真有意思。这时候，面前刚好经过几个和我女儿年纪相仿的少年，为首的是宋明洲，我血缘关系上的亲侄子。他旁边的人说：宋明洲，这就是你的新姑妈和表妹们？这位宋家捧在手掌心的大少爷却是一脸不耐，没有半点尊敬的吃了声：我只有一个姑妈，没石磨表妹，只有表姐，都快年过半百了，被一个10几岁的臭小子当众打脸，这种经历对我来说算得上稀奇。我不计较，两个女儿却不同意。齐优往周围看了眼，看向她的妹妹，周围怎么有狗在叫？吵死了。齐宇点头应了声：对儿，这狗也太没素质了。两句话就对得对面的少年气红了脸。你骂谁是狗呢？谁硬就骂谁啊？齐优哈哈大笑。怎么还有人捡骂呢？宋家少爷估计出生至今莫怎么受过委屈，他狠狠瞪向姐妹俩：你们神气什么？要不是我们宋家，你们一家子这辈子都进不来这样的场合。外人不知道我是宋家亲生女儿，他可是知道的。这种话说出口，周围人的注意力也跟着看过来。那些窃窃私语明显针对我们母女，但吵架辩论还真是我女儿的强项。齐优笑得更嚣张：哦，那怎么了？我妈以后还能跟你爸抢继承权呢。她的妹妹紧跟着补充：你这么怕我们，不会是真怕你爸没办法独占宋家的财产吧？这话一出来，我就知道这两个小姑娘非闹着要来的目的是什么了，给人家添乱的。宋家对外承认了一个已婚已育的义女，他们就要把人家算盘给折腾空。现在要是其他宾客听闻我这个义女要跟他们宋家正儿八经的继承人抢东西，会怎么想？什么样的关系才能抢继承权？宋家的财产我不在乎，我的女儿更不在乎，但不妨碍他们借机搞事。宋明洲才上初3，
我的女儿们已经上大学了，从小我和孩子亲爹就注重让他们跟哥哥一样全面发展。光论反应，同龄人还真的比不过他。小姨，一道年轻的女声响起，是今晚的寿星。裴清瑶端着富家千金的架子过来，说话言行举止都和他那个妈差不多。小周不会说话，您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就当给我个面子。我看像打扮得很漂亮的年轻姑娘，她身上一整套的服饰价值都不止500万。裴清瑶见我不说话，又接着道：小周被家里宠坏了，我替她向您道歉。她话还没说完，旁边就有个姑娘打断道：清瑶，你道什么歉？有人认不清自己的身份，在别人地盘上撒野，半点教养都没有。妍妍，你别这么说，就是个误会而已。仗义直言的姑娘又瞥了我一眼，毫不避讳地同裴清瑶道：真是宋家认的义女，别是你老爷的私生女吧？然而下一秒，旁边有人小声提醒：可是她长得像宋老太太哎。裴清瑶脸色微变，旁边怀疑我是宋家私生女的姑娘也愣了下。确实，按我的长相，就算是私生女，也应该是宋老太太的私生女。可众所周知，她只生了一儿一女，要是当初能在婚内或者婚前搞出私生女，那不得是上流圈子的桃色新闻，周围的人陷入思绪的短暂混乱。裴清瑶又开口：小姨，我也替小周道歉了，您消气了吗？结果旁边本就不忿的少年瞪过来：谁要向他道歉？我本来就没错，姐你也不许道歉，明明是他上门来抢东西。这一嚷嚷，周围的人又看过来了。裴清瑶旁边的姑娘蹙眉：抢东西？不会真是私生女吧？他们这圈子里大概都看不上私生子女。裴清瑶笑了笑：当然不是，小姨真是我姥姥和姥爷认的义女。于是旁边的姑娘语气轻蔑，又道：一个半路冒出来的义女都敢肖想家产了，这穷疯了吧？她随口这么一说，而后又看向裴清瑶：清瑶，你说林乔今晚会来，他什么时候来？裴清瑶对旁边的姑娘笑道：还不确定，不过他经纪人回复了，说今晚有空闲，会专门过来的，到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见面说话了。我忽然意识到旁边这位姑娘是谁，赵岩，之前饭桌上裴家人想要拉拢的对象。他喜欢林乔，但是我儿子我也清楚，他平时的行程除了剧组、演唱会就是上课，商业活动倒是参加，但不算多。加上自己家不缺钱，那小子可能也有点傲气，平时很多邀约估计都推了的。他的粉丝群体里，年轻小姑娘确实挺多，齐优和其余2个小姑娘莫消停呢。这会儿又补充道：对，我妈就是那种被宋家去警察局找回来的义女。当初宋启贤说对外称我是义女这件事，我没同意，加之不在乎他们的想法和所谓的财产，我也没理会女儿替我找公道的行径。这边的动静到底是引起主人家的注意了。宋舒淇和裴瑞博这对夫妻走了过来，了解情况，得知我纵容女儿在这里大放厥词后，裴瑞博的神色冷下来。这里不是宋家，没人会由着你们闹腾，要是再胡说八道，我就请你们一家子出去了。这种场合，被赶出去也是一件丢脸的事。我没理会裴瑞博，却看向他身后，新源集团的某位副总此刻正站在裴瑞博身后半步左右的位置，惊讶地看向我。在听到裴瑞博要将我赶出去时，默默挪动了一下脚步，努力营造自己和对方不熟的画面。宋舒淇此时正在充当着好人的角色，她温柔劝谏着自己的丈夫：瑞博，别这样，就当是给我爸妈一个面子。今夜出现在此处的宾客大多非富即贵，还有裴氏正在接洽的重要客户，此时闹出这么一出，
裴瑞博面上不好看，宋家愿意纵容别人撒泼是他们的事，这里是裴家的宴会，再有这样的事，我就不客。其忧唯恐天下不乱般，又不是我们先闹事的，在背后说两句坏话也就算了，说到正主面前来，不就是自己犯贱找骂的吗？邀请我们过来的是你们，要赶人走的也是你们，怎么？心虚？小姑娘小嘴巴巴巴的，一点儿也不饶人。果不其然，裴瑞博的神色彻底冷下来，他对周围的侍应声道：“将他们请出去。”因为这一句，我看到好些人脸上露出痛快的神色，包括裴清瑶、宋明舟以及他们身边那些少爷小姐们，甚至宋舒淇也莫在阻拦。2楼高些的位置，我瞥见宋绿远夫妻的身影，他们在看戏。至于我的亲生父母，不知有没有到场。我笑了笑，没有要继续逗留的意思，我们走。齐优和齐余闻言，收起了那副张牙舞爪的模样，都冷哼一声后跟在我后面。身后蓦地响起我那位副总的声音，他对着宴会的东道主道：“裴总，感谢你今晚的款待，但合作这件事，我看还是免了。我有事先失陪。”李总，你什么意思？合作我们聊的不是好好的。然而回答他的是加快远离的脚步。下一秒，我身后响起喊声：“林总，您等我一下。”我并未走远，这一道声音，周围的人都能听见。众人错愕间，我被追赶上。林总，我只是最近过来出差，刚好收到邀请，今晚才过来的，和裴总只有两面之缘而已。李副总匆忙解释，并且撇清自己和裴家的关系。李副总身后是快步上前的裴瑞博夫妇。李总，你喊他什么？李副总还有点奇怪地看着对方，同时又和对方拉开些距离。裴总，这位是我们新源集团的创始人，还是现任董事局主席林世英女士。你想和我们新源合作，又大庭广众下将我们老板赶出去，我不明白你的用意。这番话让在场多数人面色一变。他是新源的老板？裴瑞博错愕出声：“这怎么可能？这怎么不可能？人家都当20来年老板了。”李副总回道：“我近几年确实不怎么去管公司的大小事务，转而去研究别的投资，但不可否认，我依旧是实际控制人，当之无愧的老板。”旁边的宋舒淇母女更是愣神，仿佛听到什么天方夜谭般。在他们反应过来前，周围有好几人忽然向我走来。林总，久仰大名，这是我的名片，您方便的话，我们什么时候约个时间聊一下？林总，我是林总。上前来的几人，有些是裴氏的竞争对手，同时周围人的声音也没有很收敛。裴清瑶不是说宋家收养的这个义女只是个普通白领吗？人家新源集团创始人好端端干嘛给自己认一个义父义母啊？我闻到了瓜的味道，我无意在这里继续逗留，在人群中寻找孩子亲爹的踪迹，打算撤退了。结果就在这时，门口的方向传来些许骚乱，有人小小尖叫了声：“是林乔，他怎么来了？”裴家还真是够宠女儿的。听说林乔一般不接这种私人宴会的邀约，他长得比上镜还帅，这真的是原生脸吗？也太精致了。当然是原生的，林乔不都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吗？人家童星出道。我看着门口进来的年轻人，先是稍微停住，眸光在现场环顾一周，似乎在找什么。在他找到目标前，身边已经围满了人，年轻人，姑娘们居多。这孩子出道早，妈粉一箩筐，我经常在网上能刷到他的妈妈们。刚才还在我后面的几个小姑娘一下子就越过我走了过去，其中包括裴清瑶和刚才问起林乔的姑娘。林乔，我是你的粉丝，我叫赵岩。
我前2天才去看了你演唱会，我看到自己的儿子在盯着跟前年轻姑娘看半晌后，像是对对方有印象般，你是在内场前排那个穿彩色裙子还上了大屏的。对，是我，你还记得我啊？姑娘激动得眼冒泪花，顺势问能不能合影。按道理说私下行程，明星没有义务和粉丝合影，但很多明星也不会拒绝。林乔看了眼场合，似乎觉得有些喧宾夺主，不太合适。这时候裴青瑶也开口了，林乔你好，我是裴青瑶，是我给你发邀请的，我朋友很喜欢你，你要是愿意跟他合影，他一定会很高兴的。林乔目光自然落在裴青瑶身上，听完他的自我介绍后，很快意识到他的身份。出于涵养，他说了句裴小姐，祝你生日快乐。随即终于抬眸看见了人群后的我和他俩妹妹。家里有亲人是明星，其实会导致一点点生活上的不方便。例如，我们有时候跟儿子以及小姑子走在一起，也得像他们一样全副武装。这么多年来，作为公众人物的家属，我们的资讯没怎么暴露过，但也不是默认知道，这不算是很隐秘的内容。不过这时候，众目睽睽之下，林乔往我的方向喊了声妈。搞事情这方面，儿子并不比女儿差，裴家邀请他过来，是许诺了费用的，但林乔一分也莫要，就单纯想过来。兄妹3个不知道私底下合谋了什么，但我知道，现在众人的目光又往这边看了过来，似乎在想，这个方向，谁能让大明星喊出妈的称呼？直到那位出众的年轻人缓缓越过人群，在我和女儿们身前停下，妈。然后，又有很多人露出了见鬼的神色。尤其是刚才那个刚刚还自称是林乔粉丝的赵姓小姑娘，她脸色刷的一下白了，显然没忘记刚才为了替裴青瑶讨公道，都对我说过什么话。林乔似乎这才意识到旁边还有别人，李叔，你也在啊？他小时候我也带去过公司玩，一些资历老些的人是知道他是我儿子的。李副总，小乔你忙完演唱会了？林乔点点头，只不过宋舒淇这时候指着林乔，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他是你儿子？你儿子不是大学文凭都没有，在外面打工吗？我点头，他这不是还没大学毕业吗？哪来的大学文凭？忙工作也是真的啊。这会儿，就连刚才在2楼看热闹的宋绿远夫妻也下来了。在得知我是新源集团老板的时候，比起外人的惊讶，这些所谓的亲人似乎更不相信这一切。宋绿远走到了人群前面，似乎想起了自己在我面前趾高气昂的画面，神色很不自然。你故意隐瞒，等着看我们笑话呢？我莫名其妙看着他，还觉得好笑。跟你们说过了，我不缺钱，也没人信啊。怎么？不是你们先入为主，觉得我过得很惨的吗？宋绿远动了动嘴唇，却说不出什么话来。时音，身后蓦地传来齐成云的声音。齐成云是和几位老总一起出现的，他们看见我后也齐齐过来打招呼。林总，好久不见了。而我旁边3个孩子也对着齐成云喊了声爸，这无疑公布了齐成云的身份，他是我的丈夫。有人注意到了我身前的2个女儿，惊喜道：齐总，林总，这2位就是令千金吧？我儿子也是今年上的大学，跟令千金是中学和大学的校友，不过他就差点意思，走高考的路子上的。你们姑娘当时被录取时还上了当地新闻呢。开口说话的这位老总，不久前才为考上国内顶级学府的儿子大办升学宴，在场不少人都知道的。于是有人发问，这2个小姑娘上大学了？那位老总与有容焉般道：对儿，她们学校的天才双胞胎姐妹，不久前还阴阳过齐优和齐宇姐妹俩跟不上自己儿子学校教育的卢学和。
齐成云走过来，小声问了句：“怎么了？”我没说什么，只道：“我们走吧，人家不欢迎我们。”我们一家5口就这么走了，一起走的还有我的下属。作为主人家，裴瑞博一家甚至没有挽留的立场，因为逐客令是他们下的。只不过这场裴家千金的生日宴会，注定很糟糕了。上流社会圈层不存在绝对的秘密，一些流言蜚语还是流出了。我毕竟和于女士长得太像。反观宋舒淇，她的长相和宋家夫妻俩的关系不算很大，也得益于他们2家人下意识想要贬低我，连我看不上于女士给的500万这件事也说出去了。我身份不明前，大多数人觉得我这个义女贪心不足，明确后，一些人又笑了。500万还不够他们家小贝去拍卖行走一圈呢，拿来补偿亲生女儿，说出去也不怕别人笑话。最好笑的还是人家真看不上这点钱，要我有这么个女儿，还带回来这么争气的女婿和孩子，早捧起来了。他们宋家怎么回事？怕人家回来争家产，所以宋舒淇真不是宋家的亲女儿，鸠占鹊巢40多年啊！我要是亲生的那个，我看他一眼都嫌恶心。而且你看他们那做派，也太上不得台面了。不对哦，这要是没鸠占鹊巢这回事，或者早20来年将人找回来，裴家联姻的说不定就是现在新源的老板了。哪里用得着眼巴巴求人家合作？这么看裴家这亏大发了，还合作？人家新源现在都没人敢理他们。另外还听说的是，赵家那边，尤其是那位赵家大小姐，公开和裴清瑶闹掰了。她明显被人当枪使，这枪口还对着喜欢的明星的妈妈和妹妹。最后发现，理亏的是宋家和裴家那边的人。横竖宋裴2家某种程度都成了别人茶余饭后的笑料。这些声音多少能传到我和齐成云耳朵里，但比起外界的声音，我和他现在耳朵里全是3个孩子的妈妈和爸爸。刚好是周末，又刚好暂时忙完工作，停工的停工，停课的停课，兄妹俩3人在家吵吵闹闹。我和齐成云甚至想出门开个房冷静一下。这些粘人孩子，宋家那边倒是一直在联系我，知道了我的身份，齐成云的身份自然也不难查。我认识齐成云时，他就已经是个富二代了。齐家在他接手后20年更是蒸蒸日上，也不知宋家那边怎么想的。一开始既然要我认下义女这个身份，现在倒是默认别人散布宋舒淇是假千金的消息了。我的亲生父母说想限我，说是让那些出言不逊的小辈给我道歉。只是小辈吗？他们出言不逊，不都是长辈默许的吗？我觉得好笑，但还是去献了。这次是和齐成云一起的，没带孩子。听完裴清瑶和宋明洲宛若变脸的道歉后，我脸上并没有多大的情绪波动。小辈确实莫学会尊重人，但也不仅仅是他们的问题。当然，这一家子对我的态度客气和尊重了许多。我的生父宋启贤主动提起了赠送股份的事，他们明白，以我的能耐，压根不至于觊觎宋氏的公司，拿出一部分股份，我拥有分红。宋家同时跟新源集团和齐氏攀扯上关系，怎么不算一笔划算的生意？这种时候，宋绿源也不敢张口说我冲着钱来了。作为砸了不知多少钱培养出来的世家子弟，让他像我一样，用20来年建立起这样的集团，几乎不可能。我要是真从小在宋家长大，继承权方面，还有他什么事儿？石英，我知道你心里有怨，确实是我们做父母的疏忽，才导致你流落在外多年。你不喜欢舒淇，我和你妈也理解，但她确实也无辜，不知是不是还想着两全其美。宋启贤语重心长说了这么一句，于荣也跟着道：
对啊，石英，掌心长辈都是肉，你能理解爸妈的吧？到底是真金白银培养的女儿，舍不得。齐成云这时候开口了，我这里有份资料，二位可以先过目再说。他将当袋递过去，等宋启贤拆开拿出来那些资料后才再开口。这份资料也是我意外得到的，上面记录了宋舒淇女士的部分银行流水记录。记录上，宋舒淇女士从18岁起就往一个账户汇款，几年后，也就是她结婚后，开始往另外一个海外账户汇款，金额不算小，直到几年前停止。账户实名都是邹莹燕，也就是她的生母。齐成云顿了一下，所以我合理怀疑，你们这位养女起码最早18岁那年就知道了真相，并且隐瞒，还供养了她生母将近20年。这番话后，旁边原本还装无辜的宋舒淇脸色蓦地僵住，从她丈夫和女儿的表情看，显然也没想到。而宋家这对年迈的夫妻，更是一脸空白。你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含血喷人。宋舒淇站了起来，情绪激动地看向我和齐成云，你们夫妻俩合起来污蔑我是不是？我无动于衷看着他，也看向宋家那对正翻看资料的父母，语气平静，觉得我们动了手脚，你们自己大可再查一遍，如果有人愿意自证也可以。我污蔑了你的话，我可以道歉。要是我没污蔑你，我悠悠道，发现我还活着的时候，你心里想的是愧疚，还是觉得你那个没死之前都想着要钱的生母没用呢？连一个婴儿都弄不死。你……宋舒淇还想说句什么，却对上父母怀疑的目光，她无法保持一直以来的平和，眼含热泪。爸妈，你们也不信我吗？这些都是假的，伪造的。我没心情看他演这一出，别人信不信对我而言也不重要了。在宋舒淇还表演自己的无辜时，我和齐成云起身告辞。在明晃晃的证据下，再高明的表演也是徒劳。只要意识到家里的女儿并非亲生，要找其实很简单，因为我的资讯一直在。宋家如今还掌握话事权的那对父母坚信，要是18岁那年接我回来，我与他们的关系必然不会如此生疏。确实有可能，如果是一个还稚嫩的孩子，他们必然愿意付出金钱和时间去培养，尤其是感情。但那一年，我养父母尚在，我肯定不愿意离开他们。宋舒淇后来无从抵赖，只能声泪俱下地剖析自己当年从生母口中得知真相的心境。他说，因为对方笃定宋家的亲生女儿已死，他不敢告知这个真相，又害怕真相暴露后自己多年来的亲人抛弃自己，所以才被生母威胁着给他汇钱。可那又如何？他确实隐瞒了这个秘密27年。宋舒淇在宋家的处境变得极其尴尬，连带着他的女儿都不得不直面了母亲卑劣的一面。而她失去了宋家这层倚仗后不久，随之而来的是丈夫私生子女的消息。是的，裴瑞博在外有情妇，也有儿子女儿。宋舒淇生下的独女，不仅不是唯一的孩子，甚至都不是唯一的女儿。从前宋家给她撑腰，裴家自然不会得罪这个亲家。现在开始试探底线了，宋舒淇不能失去裴太太这个身份。闹是闹了，却没底气大闹一场。裴瑞博看不起非真千金的妻子，更怨他害自己没了几桩合作，公司走了下坡路。后来我还真听说，这位裴总醉酒时曾经胡言乱语，说自己的妻子应该是叱咤风云的女强人才对。要真是叱咤风云的女强人，敢在外面弄出私生子时，她就该废了。宋家那边不遗余力想要和我联络感情，但错过的就是错过了，对彼此的初印象不算好，何必强求？宋律远没有将宋氏发扬光大的能耐，
他甚至终于想起自己和我是同父同母的姐弟关系，想以此从新源和骑士获取些什么资源。可笑，我和齐成云看起来像蠢货，宋氏眼看着也在走下坡路，衰落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除非决策者对市场足够敏锐。但宋律远不是这样的人，我并不常居在他们的城市，只是刚好有房产而已。这所谓的认亲仪式结束后，我们便回去了。儿子继续混娱乐圈，女儿们继续读书，我们俩精力还行，继续打拼事业。刚好网上热梗出现，40来岁正是闯的年纪，被热衷互联网的女儿转发到家族群里，激励她事业有成的父母和姑姑。孩子姑姑连夜给我和齐成云发消息说别卷了。番外高中，我有个成绩好但娇生惯养的同桌，男的，长得好看，还写得一手好字，但我不是很喜欢他。他人缘好，有时候课间我走开上个洗手间，回来位置就被他关系好的同学占了。后来他好像察觉到我不爽了，他朋友再来，他干脆自己起身一起出去聊。还有就是，他成绩好，每次看到我名字在他下面，我都得暗下决心超过他。毕竟考第一真的很爽。又一次第2名，我看着自己的错题陷入沉思。齐成云在旁边展现自己对同桌的关爱。临时音，我给你讲这道题。哇，他挑衅我。终于，我考第一了。我瞥向齐成云卷子上的内容，挑衅回去，怎么样？需要我给你解惑吗？齐成云，谢谢。据当事人回忆，当时他以为我们惺惺相惜，是知己。当年，我放学就回家，大声跟爸妈告状，我同桌一直在挑衅我。爸妈听完原委，我妈，这孩子。我爸小声嘀咕，待点好啊，省得早恋。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记得常回来看看，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咱们下期见。